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支持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那还有呢 ，Thank you 哥，那立法院荣誉顾问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在罢团针对罢蓝委这部分，一直不断的在计算，到底最后过了2阶是有多少？那保险大概都会送个130%、140%啦，类似像这样。那待会Thank you 哥来的时候，看看他是不是顶个光头进来 ，OK？ 因为他讲说，如果要是他说罢颜宽恒嘛，如果要是送件的话呢，他就要剃光头。那现在看起来呢，罢团是说已经过，可是大概是109%左右。那我不知道Thank you哥会是什么样一个想法。那当然，针对很多，包括这几年看到有很多被罢的蓝委，一定心里面很不平。譬如说，王宏威说的，我们35个委员有这么差吗？譬如说，傅昆萁在花莲喊的，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不知道，那Thank you是唯一有这样经验的一个人 ，OK？ 那他心里当初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呐喊？可是如果真的摆到这样的话，蓝绿之间两边在攻防之下，看来蓝营目前针对有这么多委员，媒体报道上来看，要进入3阶会不会目前看起来会不会望3，会不会到30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可是对要罢绿营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包括张克庆退出了地中山摇那一部分，包括在吴佩仪的这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包括李孝亮他的母亲又发了一个声明，这声明里面。包括连联署的一些的实情啦或什么都写在那里头。对于蓝营现在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面对攻守两边到底该怎么样做？白营在这里面角色又会是怎么样？当然，你看到了今天最新的今天上午的一个讯息，在基隆，因为前民政处长赵英祥介入了这里头，而看到了这一段以后，基隆地检署拥有新市政，那再一次接下来开羁押庭以后，今天上午。张云祥收押禁见，所有这一切风暴往下烧的话，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包括政治案子跟司法之间的纠葛。来，一善是一开始就看大家就知道嘛，张云祥本来是40万交保的话就请辞了嘛。对。那北检有抗告，但是高院驳回。北检后来今天你看到，包括地院的一些新闻稿，用新市政啊什么的再压成了。除了这个以外，包括赖以任、李孝亮，明天。然后地检署开侦查庭，所有这些对蓝营现在来讲，尤其在前线，这些算前线打仗的吧？是不是每个人现在人心惶惶？因为这些事确实是如影随形，是不是当时就是有幽灵联署啊，类似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去面对啊。对，公民团体跟罢团现在2个数字都在飙高啊。一个数字叫送件的数字，所以今天有20件。严宽恒、杨琼英、丁学忠跟李彦秀都已经送件了，总共已经20件送件。但是呢，国民党这边呢，往生者联署跟伪造文书的所谓的侦办的问题，现在已经累积到13名已经被羁押了。最新被羁押的就是所谓的基隆市的张渊祥啊。基隆市张渊祥不是交保啦，为什么今天又羁押？是抗告吗？不是抗告，是因为检察官查出了新的事证，而在新闻稿里面指出他的新的事证是在住家跟随身物品里面查出跟共犯的通讯记录跟通联的记录，这些通联的记录形成新的事证，所以检察官就2度申请羁押，而2度申请羁押被基隆地方法院裁定所谓的声押成功就是羁押那羁押的结果呢，现在这个新闻稿里面写得很清楚，它里面说明呢2度声押。被告张渊祥一案是依照了检察官羁押申请书所举出的新的事证，里面有很多是共犯进行之犯罪，但被告始终隐匿完整的犯罪情节，被告对于己身之外的涉案人员身份，而且还跟共犯之间如何分工，其实都没有说明清楚而第3点，究竟有无其他人参与犯罪，主任认为被告有勾串共犯之余，所以予以羁押嘛，表示有共犯，表示原本张渊祥想要一肩扛起来，变成断点嘛。但是因为有共犯的存在，我必须羁押你，继续审问，把共犯给抓出来嘛。而且断点是重点来了，断点没有人在断下面的，一定是断上面的嘛。那断上面，张渊祥已经是处长了，基隆市的上面会是谁？那上面就2个人嘛，一个就是林佩祥，现在是立法委员，那他是不是这个共犯我们不知道。谢国良是他的长官嘛，那是不是断点设在张渊祥？所以他变成是他不愿意去吐露出共犯所之间的所谓
谓的犯罪的情节，这些东西张元祥未来会不会吐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共犯很有可能就指向了所谓的林佩祥跟谢国良啊，至少从这个新闻稿里面，我们判断断点一定是断上面，不是断下面嘛，所以未来会不会继续侦办到林佩祥跟谢国良，我们未来等待所谓的地检署再更进一步的说明哦。那另外就是说，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共现在为止就有13个区域立委13人被收押，包含宜兰、基隆、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台南。全部总共有13人被羁押。那党中央啊2个原住民立委，因为他没有地方党部啊，没有地方党部，原住民党部就只属于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底下的主发会。那未来会不会侦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甚至搜查国民党中央党部嘛？所以国民党今天也想到一招，这一招叫做顾门口嘛。我顾在那边开直播，看你们敢不敢来。敢来的话，我就骂你们叫司法迫害，就政治追杀。那如果不敢来，我就笑你们超速仔啊，就是不敢来抓我，所以他们开直播，其实在搞他们自己的声量嘛。其实过去就玩过一次啊。林涛上次就玩过一次啊！林涛本来发新闻稿说下午要来收了，赶快记者赶快来哦！所有的记者一去，结果没有看到绿色恐怖，看到绿色的邮差走进来，递了所谓的约询单嘛，而这个约询单跟伪造文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不过是集会游行法的事情嘛。因为我要搜查，一定是有必要才要去搜查嘛。伪造文书有搜查的必要，但是集会游行法，我就是现场，就是你们在地检署那边抗议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搜证完成了。根本不需要进到你中央党部去做所谓的搜证的工作嘛，所以根本已经狼来了，玩过一次了，你狼来了玩第2次，狼来了玩第3次，到最后会不会整个国民党你们搞这些动作，完全都已经失去动员自己蓝营选民的效果？这个东西国民党自己要考虑了。另外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些动作都叫做保朱立伦，其实在气国民党哦，因为国民党整个的战略失策嘛，以霸制霸，惹出了这么多的司法问题，包含张克进辞掉所谓的领衔人，他已经延烧到李孝亮了嘛，因为这叫骨牌效应。李孝亮的母亲就说我们不玩了，5个不玩，因为我们家很正派，所以我们不跟你们国民党玩了，因为我们出事了没有人理。李孝亮被人家抓去了以后，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交保金也是他们自己出的，所以出事了没人理，所以我不跟国民党玩了。跟国民党一起罢免，这句最好笑，说跟国民党罢免跟贩毒一样危险啊，所以很危险，我们家不玩了。最后说肯定一定没有办法达标，因为现在包含张克进那个选区，到底现在联署有没有效？所谓的替代领衔人到底是谁？有没有办法签出所谓的1/2的统一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这个联署要怎么进行下去？李孝亮有这个问题啊，他很乖的去摆摊，为什么？他自保嘛，我摆摊签了算我的。现在交给议员的，议员每个人5000份，这5000份你议员签的。为什么要算我李孝亮呢？里面如果有往生者联署，如果有超名单，又要算我李孝亮，我为什么要认？那李孝亮一个人可能签出这么多份吗？也不可能签出这么多份。所以未来在中正、万华跟士林北投，可不可能罢双吴都没办法形成送件的动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孝亮他妈妈会发出公开信说我们不跟国民党玩的很重要原因。现在看起来的话，接下来好，你说包括在蓝霸绿、绿霸蓝之间，所有这些状况看起来呢，数字上来看，刚才一山一开始就讲，对于要罢蓝委的这一部分的话，数字一直在往这样前进，到最后到底会是多少席进入第3阶段？那现在看起来是坐2望3的一个局面，这样一个情形，真的会有这么多蓝委都要面临到这些吗？那对于民进党的委员来讲的话，可能国民党这方面真的不是这么顺，尤其是好吧。你如果在母亲节前夕看到李孝亮妈妈发出这样一些声明的话，我相信为人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这些状况，心里一定会担心。上一次就是这个样，包括媒体现在还会关心李孝亮，就是说你回家有没有跟妈妈聊天啊？妈妈的担心啊，什么类似像这些。可是李孝亮他还讲，他确实说，他说那联署还是会继续一直往下，他还会继续坚持这样一些收件，因为明天李孝亮、赖以任这2个呢，会开侦查庭。一般来看应该是因为上次他们已经被传过嘛，交保，那案子总是往下走，所以这个侦查庭是不是就是上次那个案子就是往下，你就是要开庭？可是那个氛围之下，那赖以任的说法是他讲的是他已经做好准备，就算如果被压，那他就进去看书嘛。
没有什么关系，类似像这样。那李孝亮的妈妈，我就讲，为人父母一定会担心这种事情，所以他妈妈发了一个声明，他是讲说做国民党的事跟在哥伦比亚扫毒枭差不多危险，不是贩毒啦，是说跟在哥伦比亚扫毒枭差不多危险。可是这个比尼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非常重的一个指控，就危险怎么会搞成是这个样？那所有这些里头讲的这些，包括他妈妈直接把在造成今天的局面，国民党放任一些舔共媚共、听中共旨意的人在伤害台湾不修正，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只是迟早的一些事。包括他妈妈直接把在造成今天的局面，国民党放任一些舔共媚共、听中共旨意的人在伤害台湾不修正，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只是迟早的一些事。而这看起来的话，阿苗是从前面提好，你说张英祥，那检方再一次称押成功，押进去。那张克庆前面看到他是退出，而且他把户籍都签了。意思就是说，我就表示我不玩。虽然那个户籍签，后来大家讲户籍签跟当不当领衔人基本上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是要表示他的想法。赖任、李孝亮，现在蓝营一个个，包括像现在要面临到侦查庭，光一个侦查庭就已经一直开始在讨论我会不会被压，我会不会什么？这是整体上面现在的一些氛围吗？国民党就是战略混乱啊，完全战略混乱。其实他的这个罢免吴沛憶跟吴思瑶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认为他的最一开始就是徐小新，他可能有一天被堵麦喊的那一句话：“你罢我1个，我罢你5个；你罢我5个，我罢你10个，以罢制罢。”这是徐小新丢出来的嘛？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因为民间团体罢免的越来越多，然后就有人开始算各种新闻出来，变成国民党自己也说。国民党人士透露，要罢免几个比较有能力、有可能罢掉的立委，才跑出来嘛。所以你现在从这个时间点再回头过去，爬梳国民党过去那些之后，你会发现罢率是空包弹啊。首先第一个，他们党是不是决定说，就是要以罢制罢，所以很认真来做？根本没有，完全不认真啊，都在乱搞啊。你说一接2000份。我讲真的啦，你叫你的党员打电话请他们来签1000都有。对啊，当然，真的都有。国民党党员那么多，那再不然你的每一个议员服务处开了里面说摆摊来签，也都会有。可是你国民党有没有这么做？你没有这么做，他直接用一个最这个便宜形式啊，我党员名册抄一抄送出去，就用这样的方法嘛。所以后来才衍生的，在政治上，我认为国民党现在面临到一个政治灾难的悲剧啊。一个100年大党，现在立法院第1大党，竟然沦落到好像犯罪集团一样。为什么孝亮妈妈会说，在国民党做事好像好危险呢？好像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种黑帮贩毒那样子那么危险？很简单啊，因为在你们国民党做事，要么就是要那边抄写联署书，这犯罪了；要不然的话，甚至在基隆的案例，张渊祥民政处长竟然涉嫌说拿这个户政的资料去利用。弄联署书的事情，这也是犯罪啦。那所以李孝亮妈妈当然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儿子加入了一个政党，不过几个月，怎么被推上领衔人一个这么危险的位置？罢免绿委就是国民党面对这整个罢免声浪第一个打的空包弹嘛。接下来你看他还打了什么空包弹？蒋万的倒阁也是个空包弹啊。现在蓝委有哪一个在提说要倒阁？我前2天只有听到我们议会的同事李明贤在说要倒阁，可是没有任何一个蓝委在那边讲这件事情啊。接下来朱立伦的第3发空包弹，他说520要罢免赖清德，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弥漫的一股氛围是说，好像每个人都很焦虑，可是每个人都不干正事。大家在网络上，年轻人有看过一张梗图嘛？对不对？有一个人在骑脚踏车，后来他从他后面拿出了一根棍子，把棍子放到自己脚踏车前轮里面去，脚踏车倒了，那个人在地上这个抱着脚说好痛，这什么意思？国民党现在整个的情况看起来不像是受害者，比较像自业自得。因为第一个名册不是赖清德叫你抄的，名册不是赖清德给的，绿委不是赖清德叫你去罢的，北检不是赖清德叫你去包围的。这些你所有被查气到的事情，没有任何一样是民进党硬栽赃给你，民进党叫你做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啊。那所以你说他召开国际记者会这种受害者的氛围，有没有人买单？有，大概10%到20%国民党本身的支持者。这个我认为是有，就是10个人里面可能有2个他本来是铁杆蓝，他看到这个他很悲愤，他愿意出来，他要投这所谓的不同意票，这些有。但问题是你现在看看罢免团体送出联署书的量，你觉得你光是巩固深蓝这一群20%就能够应对这个罢免吗？事实上，我觉得情势已经远不止如此。现在国民党面对这个罢免，如果他没有中间选民浅蓝，甚或是一些浅绿的认同的话，这些委员，我觉得他好像被绑上个失速列车，其实就越来会越恐怖。你看，像是我也知道有一些蓝委他想要低调，像李彦秀他就真的很想低调，到现在你就从来没有看过他再出来讲过任何的话，任何的咨询什么任何事情。可是他的2阶有没有过关？有，为什么？因为他的台北市里面还有王宏威、徐巧芯、罗志强这一些人在拉动李彦秀联署书，甚至我看前几天赖世宝都宣布已经超过安全门槛，这些都是被带动起来的。那朱立伦他要开国际记者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会成为下一个火车头因为他在国际记者会上也不知道会讲什么非常这个糟心的这些言论出来，所以现在他打了几个空包弹，这几个空包弹最后会有人寄生。像赖以任，他就是寄生在罢绿这个空包弹里面的人。我今天还看到他在媒体前面讲说，我绝对不会退。我心里想，你没有进过，你当然不会退啊。他又不当领衔人，他只当发言人，只当在镜头前面讲话的人，他根本没有踏进那个承担法律责任的呢，他当然不用退啊。可是整个的被他寄生之后，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今天还说什么要去吴思瑶的服务处门口摆摊。你根本完全搞错重点了。你去吴思瑶服务处门口摆摊，搞不好吴思瑶还拿倒茶请你喝嘞。因为重点是没有人要去联署你的罢免啊。那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的领导在连续3个空包弹之后，现在陷入非常重大的危机。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蓝营来讲的话，要怎么样面对包括罢免的整个不利的状态，包括司法的一些问题。当然你看到李孝良妈妈发了这篇声明以后，媒体当然一定会去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一些回应。那朱立伦怎么回的？先让你看一下，来。主席想问一下，关于李正亮的妈妈昨天再发声明，好像就是包含罢团的很多领衔人都对党内有点不满，说当时他们被约谈后，党内没有任何的支援跟关心。民进党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消灭国民党，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分裂国民党，我们还是会坚持奋战到底。我再一次强调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反民进党的恶霸。来，喂。请问一下，刚才提到的，对国民党现在来讲，包括你像赖以任啊、李孝亮这些年轻人在前面第一线打仗的时候，你也会接触他们很多像这一类，心情上面现在真的是光明天要开一个侦查庭，就觉得我会不会被压，然后今天张院长又被压，心情上面真的是这么忐忑吗？刚才讲到说要开国际记者会，或是就是国民党发言人也在主发会前面门口，什么乡民早安呐、什么，今天我看了一下，就是在那里面，然后就几个人在那边聊，意思就是刚才易善讲说，就知道来啊，你要抓来啊，国民党现在是用这样一些方式在面对这个情形吗？朱主席刚刚所讲的。那其实没有正面的回，就是李孝亮他妈妈的这声明里面，包括什么有没有舔共媚共啦，包括那个，因为它里面还有写到你们联署的一些状况。那针对这些，国民党现在到底该要怎么样去回应所有这些？我想首先这个刚刚朱立伦主席其实是没有直接回应李孝亮妈妈这一题，但我也凸显了现在国民党人或者是这个亲蓝的支持者们面对李孝亮妈妈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所谓公开的声明书。感到这个尴尬跟进退维谷，毕竟她是李孝亮妈妈，难道我们要去指责她妈妈不应该护着她儿子吗？毕竟她是李孝亮妈妈，难道我们要去指责她妈妈不应该护着她儿子吗？当然，我觉得李孝亮他家持续上，你说一个年轻人。
不要讲年轻人啊，我们现在就议员好了，我们真的收到警察的传票，有的心中也会担心一下，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嘛？每一个人面对司法都会担心哦。所以你说这个妈妈写这个书还是能理解啊，但也的确因为她这样子一个声明书，会去撕裂李孝亮现在的一个动能啊。那李孝亮会不会有问题？他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我没有要推他到前面，他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包含诈坑罪，他就不玩了。不玩了我们当然觉得说啊，这样子我们没办法进行下去。但老实讲，也不能怎么办。他妈妈觉得那个信里面似乎有一点觉得国民党有些人去擒了张克进的感觉。他那个声明书里面有，他儿子也面对到这种退万步言呐，哈，就算真的有人去所谓的国民党人擒了张克进，那张克进退了就退了，因为他认为他这对他来说比较安全嘛。同样的，那李妈妈，如果你真的觉得孝亮危险的话，那么你好好跟他谈。如果真的孝亮真的要收手，老实讲，我们不能怎么样。好，我们就等于说可能要另起炉灶或怎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孝亮他个人他完全有最终的一个选择。那回到国民党面对这整个罢免联署的这些问题的确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过去有这种虚伪联署、错假联署，不断的在新闻里面层出不穷。好，但是问题是现在，因为我认为国民党现在的困境跟问题来自于说。有没有组织犯罪是一回事，但按照朱立伦主席，按照这个黄旅主委他们的认知是并没有特别交代这个事情那下面的人有没有做这个事情，目前不知道。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带着钢盔，就觉得我们没有违法。我们联署这个所谓虚假造这个伪造，可能是哪里来不知道。所以现在检察官也正在侦办。好，我必须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套论述是 OK 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假设最后检察官办了的确不是国民党的问题，是别果然是民进党司法迫害，再次胜利。但我要问，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起诉书就好了，也不用判决结果了。那问题是，如果今天起诉书内容很明确，找到事证，的确是我们的亲国民党人或者团体里面真的有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在诉求的司法迫害的这条论述就会出现的破绽，而这破绽不是民进党哈哈引破绽，而是我们的支持者的信心会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这整套，因为老实讲都蛮乱，我们自己支持者很多人面对这样子联署的乱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现在要带着钢盔往前冲，那没问题。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有一个起诉书出来的话，真的有具体事证的话，我认为下台会很难找到一个台阶下啦。但回到现在因为面对这罢免联署部分，不管是保卫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及现在要把所谓民进党的立委拉下去，以现状而言我也必须跟大家讲，目前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艰难来自于就是第一个，的确我们这个2阶段联署书现在出现了一个停滞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支持者敢不敢出来联署我没有危言耸听，但我们支持者真的担心被查水表，担心名字出来之后会有一个被列明的关系，所以导致现在2阶段的确在收件上以及他们领衔人更换问题都出现好多困难。所以现在如果连罢免民进党的立委的这个阶段，最后假设2阶都没有过的话，35-0或30几比0，会再次的操作起来。我们凯掉起来20几万人的声势，会因为这样30几比0又被严重的打击一次。这对国民党接下来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该走哪一个战线，应该努力的站到底。还是适时的做一个停止血、停损点，然后有其他不同的方式来继续跟民进党对抗，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方式。那刚才讲到，你们真的有考虑要开国际记者会吗？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党中央被搜索的话，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是以中华民国现在来讲，最大在野党，台湾对最大在野党，如果真的被搜索的话，其实老实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他就是有犯罪的嫌疑去搜索这种不对但还是会有政治后坐力，跟我们自己支持者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可以剪掉的手，再直接去深入在野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有搜索的话，当然他跟朱立伦有没有关系，或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底有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们需要透过国际记者会去讲清楚。尤其是现在，当然司法是侦查是不公开的，司法是不能公开的但问题是，现在司法在侦查国民党过程当中，到底哪些证据为真，哪些证据为假，大家目前不知道。那既然不知道的话，透过这方式把事实真相呈现出来，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当然不是剪掉进去的时候帮他直播啦，就是说相关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跟他们怀疑什么事情，我觉得可以透过国际记者会去跟国内、国外的媒体去说明，这也是一个在野党最要在野党应该去做的事情。OK，
刚刚前面有各位观众朋友介绍，那 Thank you 哥陈柏惟赶到我们的现场，你看到他会有点失望。来 ，Thank you。还有头发，对，失望的地方就在这，就表示联署还未成功。不是已经过门槛了吗？过门槛啊，但我们有讲二阶通过，这个没有凹啦。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替就对了，一定会替，大家不用担心。虽然我们知道，不要怀疑我消灭某某某的决心，说这个话的人是屁话，是双面人。但是我们这个是有诚信的，我们是要建立良善的政治工作环境，所以我们说到做到。OK， 三哥，你可不可以用手把头发遮一下啊？镜头，我这样先。各位，网络上有照片，网络上有照，我只是想要像感觉一下。我跟大家讲，大家对我的头发关心只是插曲，大家对我的头发的关心其实是来自于对严宽恒的敢怒不敢言。为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媒介来说啊？我不是要罢免你，我只是关心陈柏惟剃光头，来让他们有出门联署的动力。其实那个情绪是很满的，在喉咙这里，但是他少了一个出去签出去签叫出边看到讲啊，你们罢免严宽恒，你卖啊你？我没啦，我听讲叫剃光头的，这样子就逃过一劫。所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出门联署。这个是我们的战术了。三哥，你刚才没有听到我有没有讲？我当然会问到说，国民党接下来怎么应对这些？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如果真的有去搜中央党部，中华民国最大在野党，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大党，那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那要不要开国际记者会，让所有的全世界人知道赖清德政府做了这样一些事情？当然，刚刚委员有讲到，国民党确实要面对到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些案子一路在侦办，假设起诉书一出来，如果说都没有这样的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看得到。可是如果真的确有其事，当然现在你说幽灵联署怎么会蹦出这些东西，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一些的感觉。可是如果真有，那国民党在策略上面，现在感觉上真的有点进退失据。你现在看是不是这样？其实让台中第2选区通过2届联署，我认为对整个目前1年来的政治事件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全国只有这个地方发生过罢免不同立场的立委，也就是说，这会表示什么？第一个，两边的合格率可以比较，死亡联署可以比较，甚至到最后的投票率大家都说那边是什么这个的绿大于蓝但颜又大于绿的一个选区，所以我们当时我这里33000，他这里32000，2阶联署的时候，结果他的32000有5000份不合格，那我们就来看33000会有几份不合格，那借此来衬托我们上个礼拜我拿一张表，一边罢免是这个合格率包含什么重复死亡等等的最低的。合格率是88%，另外一边有不合格率高达75%的，所以一比之下你就知道到底哪一边有问题。那我想要讲的事情是，你要从如果这个是蓝绿之间的政治行为，我们要从民主的角度出发。我必须要把格局再稍微拉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叫民主的角度出发？有一句话叫民主深化，深化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够深化嘛，不够深化的原因有什么？有些人可以代签嘛，有些人可以伪造文书嘛，有些人可以台面上说一套，在立法院说一套但是到地方又说一套嘛，有些人会变造影片跟说法。有些人可以台面上说一套，在立法院说一套但是到地方又说一套嘛，有些人会变造影片跟说法，所以民主最理想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愿意表达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才是最民主的结果。在那之前，我们要排除所谓不民主的行为嘛。刚刚委员也讲得很好如果有一份这个什么蛙哥判决书出来，我想这些李孝亮就会知难而退。那问题是你们自己做的事情，难道自己不知道吗？所谓民主深化上，国民党现在的做法是我让民主往前进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整个对台湾民主深化有没有帮助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这个李孝亮，我坦白说啦，他难道心里没有毛毛的？已经毛毛的，他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需要一个我的鼓励在这边奉劝李孝亮先生，为邦不入，那个不入是英文，好不好？所以为邦不入不要再待在那边了，好不好？OK， 请我们下一个问题。Thank you， 我问一下。好了，那个英文这样懂得就懂，好不好 ？OK。可是Thank you，我问一下，当然你会觉得也许状况不同。你有没有听到这2天，洪为一直在喊，王洪为讲说，我们35席都有这么差吗？然后傅文琪是在花莲的时候一个活动里面讲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你们要这样子，搞不好这次完了以后我就被消灭了，或类似这样。你自己那时候被罢完以后，你有没有自己问过自己说，我有这么烂吗？我在立法院，因为你在节目有讲过你在立法院做了多少或什么，你有没有一度怀疑自己说，我为什么会被罢掉？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呐喊，跟你现在听到王宏威讲我们3主席有这么差吗？傅昆你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我被罢免掉的时候，我为我的团队跟投给我的选民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王宏威，你现在承担的炮火不过是我当年的1/35，哭屁呀！有什么好哭的？有什么好叫屈的？你还在台北，还在蓝大于绿的选区。然后王宏威讲的话，那个叫无病呻吟。我那个情况哪里一样？我那个情况是全国铺天盖地啊！当然立场明显的这一些讨论，当然就会各有立场，我也没有意见。但问题是，我们在那个情况下还愿意出门投票，然后拉锯只有3000多4000票，我认为那是非常不简单。而且我们是同意跟不同意罢免都是在门槛嘛，都是一个我记得不同意是24.8%，同意大我1.5%左右。所以那个情况，我认为都树立了一个典范呐，都可以成为我后来包含今年的罢免案相关的基础啊。未来讲到罢免，我就是首席荣誉顾问，接下来我有很多学弟学妹，对不对？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我就是罢免的妈妈所以我不会觉得特别难过。上公，你不要这样看他，没事，人家是要过母亲节的人，好吗？我要讲一下王宏威跟傅昆萁那一些，我不认为自己有错。1980年发明的电脑跟2025年发明的电脑就不可能一样。1980年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我最拉风，我最科技，我最时尚嘛。可是对2025年来讲，那个东西就是一台计算机而已，那个就是2+2等于4都还要算半天那一种。所以傅昆萁、王宏威这一些包含国民党的这种传统政党跟思维，他们就会觉得谁选上就是老大嘛。所以我之前也讲过，我不会录影录到一半脱衣服，可是我跑到天体营海滩沙滩这个海边的沙滩，我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全裸，因为那个环境不同。在国民党，他们选上为王的心态就是我的县市政府是可以为我所用，我的户政资料是人民授权给我抄的，不论这个城市可能有一半的人没有投给你，但我户籍资料我要抄就抄，我要核对，要查水表查水表。他们那个心态是一种帝王的心态。然而，国民党的这一个改革过程，并没有海纳年轻人的意见。我不管是从李正浩、詹维远、杨伟忠，一直到现在，你可以讲为什么有我的名在里面？就你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做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吗？我们很努力的，大家沟通都有。但你的意见不值一提嘛？没有，大家意见都会综合，都会探讨，没事的，你就划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忍一下，让你划了。我是说时间划一下啦。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心里一定包含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些什么六合童子、四小童，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名字。他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觉得怎么做会对国民党比较好可是你觉得真的能改变这个政党吗？一定有很多人尝试过，也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人离开，能够适应这个体系的就还在里面。可是真正要跟他们讲说不然我们出门联署不然我们签真的啦不然的话我们也来倡议，不然我们也甚至是包含一些可能过去国民党禁忌的一些同婚之类的场合，他们光去那些老的就会觉得你们干嘛要搞这些事情？所以国民党的体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它就是1980的电脑，它主机板插槽是有限的。你给它插什么 NVIDIA AI 智慧莫阿哥插上去，它会直接烧掉，它不会因此变成2025的电脑。这要国民党自己从内部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然后深化下去。你要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或者是什么未来统一，那个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在现在的民意里面，他们跟时代脱节太远，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王宏威怎么可能会觉得王宏威怎么可能会没有做错？你至少有去踹林楚茵吧？你去踹林楚茵，这是对的吗？你动手动脚是对的吗？傅昆萁，你至少走在立法院的时候，有人帮你撑伞拿公事包吧？你觉得立法委员、民选立法委员有那种像那微服出巡那个行为，敢是对的？在国会里面，你有拍桌子，有去讲一些什么300兆、500兆，花东高铁停2秒，但从来不认错。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的吗？他们都知道自己不对，但是他们只是死不认错，因为他们的政治训练就是只要不认错，只要不道歉，我就是对的。这个跟我们遇到事情该解释、该道歉、该说法。你刚刚讲那些会不会国民党？维勇等一下也可以表达一下看法，会不会觉得说，就算有你刚刚讲的那些，难道就要被罢免吗？
那这些，那如果要立法院里面来讲，还有更多一些失序的事，那不都会被罢的差不多了？他们会不会这样直接问？我不认为他们有办法回答的原因是，对他们来讲，他能够在那个位置是针对老百姓的经营，就是我有一群国民党的党员庆生联谊啊，然后这个什么联络管道可以超越现有的里长议员的职权，其实他是透过这种让人民感受到特权，我们是一国的那种直通的联络方式服务，好，地方中央跟都市南北，其实国民党的服务脉络就是这样子，逾越法律，我这通电话100万，下通电话200万，他是这样子在要资源，所以他会给人家一种家己的老大的一种感受，特权感受。但是你要他去谈到你是不是应该罢免的时候，我们的讨论的价值方向就不一样啊。我讨论的是你立法院的表现嘛，我讨论的是你在立法院的这一些法案是不是能够跟民进党比谁比较好，而不是一直在互相说对方烂嘛。我要的，我认为我认知的民主是你们两个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炒股假离婚，那政党有没有自清的能力啊？然后你们怎么立法来避免这种事情？而不是他也是啊，他也是啊，他也是啊，这种他也是的话啊，那我自己来就好了，还要让你们来干嘛？委员要不要回应一下？当王会长说我们有对我这么差吗？富哥，你喊这些刚才 Thank you 讲的这些，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国民党说得很好，国民党现在没有什么特权，都已经在野党了，还有什么特权？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罢免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政党对立的仇恨动员。你说他们有没有做什么错事啊？比如说，在他们的角度认为叫做国会扩张法案，在民进党就叫做乱删预算，回到国民党的角度叫做监督政府预算。包含整个过程当中，你说要不要在像上 Q 讲的说针就一个问题好好讨论？有啊，想啊。刘许婷不是想要跟他领衔人辩论吗？到现在也没有啊。那包含整个罢团里面过程中谈到一些所谓的资讯不完全的正确，但是问题是罢团也不沟通啊。譬如说有没有删长照预算，有没有删育儿津贴的预算？那基本上，但是问题是罢团在街头上就不断讲说啊，你们都删，那错误的讯息出去之后，不是国民党做的。也没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子罢团不断的用错误的讯息去戴在国民党立委头上？那错误的讯息出去之后，不是国民党做的。也没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子罢团不断的用错误的讯息去戴在国民党立委头上？所以这我觉得，王宏威委员，当然他会觉得说他很努力的在立法委员的职务上。但面对现在，老实讲，现在不是在理性跟你讨论了，现在就进入到一个彼此之间不同立场仇恨动员的时候。老实讲，比的就是彼此之间谁相信你，那宣传工作要做更好。怎么样？简单回应，委员的说法还是落在蓝绿对立，他还是落在政治斗争，他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叫做宪政问题。行政跟立法冲突下去，僵局怎么解嘛？以前有一个宪法法庭没有了，那怎么办？全世界都知道叫倒阁，国民党倒阁不敢罢免靠喊啊，现在罢免靠亡灵联署了，所以宪政上的处理方式就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僵持不下，财划法也好，国会扩权也好，僵持不下，立法院就应该发动倒阁，立法院不倒阁，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大罢免呐、为什么是大罢免？那个叫重新下载民意，因为你的版本不相容嘛，你的系统不能运作了，所以我们要重新下载啊。就是你这个版本太旧了。简单回应一下，如果今天真的叫僵局，是国家没办法运作的下去。现在所谓的僵局是行政院的意见跟立法院意见不一致，相关的法案、相关预算该过的都还是有要过，国家没有停摆哦。但你说到这个时候就说哦，因为我们国家停摆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意见跟行政院长不一，行政院长不一样。几乎能提复议的东西都提了，但立法院有哪一次让他过的？有哪一次经过讨论之后觉得东西可以伸缩的？按照这逻辑就很简单嘛。所以行政院最大党都按照他们意见就过，我们不需要有在野党，不需要监督。没有，以前也都有运作正常的。我坦白讲啦，你那个选区有个老费嘛，哦，这个徐巧芯的前辈。以前费鸿泰在当总召，我参加过党团总召，因为其实坦白讲，这些蓝绿的大佬比较不好意思讲，比较敦厚一点的，他会讲说啊，那个小党的也进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我跟你讲，我就亲眼看过一件事情啊，费鸿泰跟柯建铭讲好了，然后去外面两个大打出手啦。那至少是大家讲好的，就今天站3天，第4天要过案的，还是要给人家过嘛。
你看我们这个活化石就点头啊。现在的问题是傅昆萁就没有一次诚实的啊，这样子没有互信的基础，立法跟行政要怎么运作？现在的问题是立法院跟行政院没有互信，然后导致这个宪政机器运转失灵，模令鼓嘛啊！你不能一边告诉我说啊，国家没有停止啊，停止要停止到什么程度？停止到火烧岛才叫停止吗？现在的问题就是立法院提，行政院复议啊，每个案子都这样都一直弄啊，人民看不下去，发动大罢免，这个才是事实。来，一峰，现在看起来哈，要叫活化石来解释几个东西。第一个，刚讲到。当被罢免，要面临到第3阶段的时候，很多的委员都讲说，我们到底哪里做错？我们有搞到这么烂吗？大家需要变成全国都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走过这么多，看了这么多，从立法院，立法院待了多少年？60年。第1届第89会期，待到，还有才当哦，第1届有90会期，对啊，然后第2届才全面改选啊。哦，你是在全面改选以前哦？对啊，第1届啊，第89会期在立法院。就看老委员的那个年代了。剩那个增额，大部分都增额。对啊，对的，好，来，那当这些委员在呐喊这一块的时候，蓝营现在很多委员，我相信如果进了第3阶段，一定有很多人会这样喊。OK， 你会怎么样解读这一块？刚讲到国内最大在野党，然后是国会第1大党，如果真的面临到包括搜索各方面的时候，现在国民党是在主发会门口直播嘛？那刚才委员有讲，这是很大的一件事。那到底为什么执政党会这样？这整个解读上面来讲的话，好，当然媒体上面今天还有讲说什么北检跟新北检两边磨刀霍霍，在讲说谁感觉上谁先能够杀进中央党部，然后什么用这样的一些的词，现在真的是有这样一些的氛围在往下走吗？我觉得第一个先回答35个立委真的有这么差吗？其实坦白说，你以个别立委分开来看，其实你说35个立委里面都这么差哦，我也不认为。但是你们集体的表现就是一个让人觉得错的事。就是说你集体表现，因为无论是总预算，无论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无论是宪诉法等等，它是一个集体表现。你35个人里面，区域立委，你在整个表决过程是一致行动的表现嘛？你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是这个问题嘛？那等到罢免的时候，公开辩论的时候，那领衔人跟你辩嘛，告诉你错在哪里，不然你 Google 一下嘛，为什么要罢免傅昆萁？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好多理由好多理由那我请问一下，李庆龙的逃亡跟你有没有关系？我直接问，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跟我说没有关系，那我就反问你，你为什么知道检察官问他年事已高，你为什么要辞职？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当时有没有律师陪同？还是有谁陪同？不然你怎么知道这句话？你怎么知道检察官问他什么？你讲出这一句话，我反而更能肯定，你跟那一边一定有联系，一定有管道联系，不然你怎么知道检察官问他什么事？我相信不会北检检察官不会跟你讲吧？那你怎么知道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这真的是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就是说，走到这一步，当然那一句话我也坦白说，他是跟花莲县民讲的嘛。那当然，对。然后他面临罢免的危机里面，现阶段你看他无论是行政院院长跟他去特别条例，我们做政府的后盾。什么？你态度的转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你怕被罢免吗？你怕被罢免的理由你不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件问的问题，其实也蛮无趣的就当它是跟选民诉求了，我们真的也不太必要认真讨论它了，因为立法院这么多事，我们还要认真讨论这么多吗？然后。你说立法院，我觉得立法院不是国民党立委差，我觉得连我们议事人员都让我很纳闷。我从来没有看过议事人员可以把每一个表决案送给主席，表到预算变负数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过会有这样的事。因为立法院是30年来这一届立法院发生太多过去我没有看过的事。
而且是荒谬的，我过去没有看过的事。你说那这些案子我怎么会跑出来呢？那全部的怒气不就出在你们的提案吗？不然要怎么样呢？然后你说35个的，当然你说搜索党中央。收手党中央，当然收手党中央的话，国民党中央它是一件大事，它是一件大事。那基本上，你必须要充足的收手的理由，收手的理由，你必须告诉大家，你收一个台湾第一大在野党的时候，国会最大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你必须告诉大家，你收一个台湾第一大在野党的时候，国会最大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由，我觉得谁冲进去谁倒霉哦。目前看起来理由充分吗？那如果台面上大家现在在讨论的，包括如果讲说那个死亡联署，包括原住民委员的那2席，里面有大概也有不少的死亡的联署。那国民党没有地方党部，在主发会上面有一个原住民的工作小组，还是什么类似这些。那里面有没有开过会？那怀疑这些相关的这些，如果要这样去收中央党部，你觉得充足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你有没有市政？你只能说他底下有一个工作。那个原住民工作委员会，就这样你就可以收了吗？这样你就可以收了吗？当然，这个板子借一下哈。他们说3月5号嘛，就吴丽华的事前补件，3月5号，结果党中央介入以后，缺400多份补件，补1400多份，3倍。好，当然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这是3月5号的新闻，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但是你3月5号的上一周，党中央把几个重点地区的原住民议员，不是立委啊，议员，因为各地都有原住民议员嘛，召集开会来进行联署，那里面你能判断的是，国民党提供名册抄了死亡，还是这些议员立委帮忙的时候去抄了死亡？这2件事不一样哦，不一样哦。那责任归属是不一样的哦。那你检察官要怎么判定是原住民的议员呢，还是党中央呢？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因为它毕竟是国会最大党。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理由，能够说服大众说他进去是有道理的。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在法律上这个倒还比较好解决的是。我如果不贸然直接进党中央去这样的话，我可以先传讯几位原住民议员，问当时联署的状况，再决定我有没有充足的证据。你有没有去开过会？你有没有参与联署？因为他们开过2月份开一次会，是要党部，各地方党部帮忙联署原住民哦。OK， 好，3月份找了原住民的议员。3月也找了原住民的立委，国民党的立委要求帮忙联署哦，就告诉他们要罢谁怎么联署。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到底是下去执行者的错呢，还是党中央直接那个指令指令说我们那个拿出来大家想办法，讲的含蓄一点是把名册拿出来，大家想办法。到底是哪一个？而且搜索还有一个风险哦，你进去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搜到。你检察官事后要跟人家怎么说明？说我去搜是因为我认为怎么样去搜的结果说原来都没有。这个对检察系统是很伤害的事哦，是很伤害的事。当然，你说能不能去收？我不是说不能去收，就是说你有没有询问过跟搜证过后，认为党中央里面可能涉及到有违法的行为以后去动？你像北检办台北，
第一个，他并不是直接冲党部哦，他是约了474领衔人之后，4月14号、4月17号才进党部的哦，同样的逻辑嘛，他才进党部的哦。那你的逻辑要怎么做，让人民觉得你进到最大党的时候，人民可以接受你进去，避开政治风暴？好，上公刚讲这一段，就是因为你有没有闻到一个最起码在国民党中央，尤其当在主发会门口开直播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到9点开直播给你看的时候，有没有真的闻到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感觉？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人敢指挥办案啦，也不是要指挥办案，可是，在所有的氛围上，如果一路往下这样走，那刚才讲的这些，如果真的发生了有这样搜索的时候，那这一定是让所有的民众大家会讲到底合理与否，一定都会出现这样，因为毕竟是 Jane， 毕竟是国内最大在野党，是，毕竟是第一大党。当你看到朱立伦一直不断的对着镜头在喊，那民党就是要消灭在野党，就是要分化，然后国民党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有这一些，那当然你看到李孝良妈妈发的那个。他觉得国民党你们要自己去反省很多一些的事情，可是好，第一个刚讲到那个政治风暴的冲击，那你会怎么样看政治风暴的冲击？另外一个就是对国民党，包括现在朱立伦走的这个方向，我刚刚有讲，国民党势必要想出一个战略、一个策略，包括一个未来，不管起诉书出来以后到底会是怎么样，那总要有一个面对到未来走下去，因为不会是罢免到第2阶段结束，或这些人起诉不起诉出来以后。国内整个事情都结束吧？没有吧？第3阶段他们也要走下去啊。应该是讲说，如果与其讲说他们提出了倒阁、罢免赖清德，还有公投、反绿共，甚至于要开国际记者会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不管他是空炮弹，还是朱立伦突然间天外飞来一笔或天马行空想到的，我只能说杂乱无章，他刚才博雅讲的战略混乱，与其说战略混乱，我应该是讲说彷徨无助，再加上一个，说真的，束手无策嘛。刚才上公讲到一个重点，他跟你讲说心生恐惧跑掉。今天我们家的一个外佣或者外劳看护跑掉的，我都要赶快急着报警。那你们家的一个管家跟你这么久的那个所谓的革命情感这么重的。跑掉了，而且跑到你的御用律师家楼下，车子停在那个地方，光这个东西，你说不罢免你傅昆萁，我都觉得很难，因为你讲不清楚，再加上你的御用律师当天在北检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情况，像一个律师的行为吗？公然的呛记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严重吗？你们可想而知，国民党整个是杂乱无章。我倒觉得李孝亮的妈妈跟李孝亮，我要提醒你，不要没有进了议会，到了土城去哦。你如果真的现在是于中，跟着告诉你说可能下一届万华区会让你来选议员，你不要真的进不了议会，进了所谓的土城，这个真的头痛。再加上一个，刚才讲到李孝亮的妈妈讲到一个重点。你到现在完全没有道歉，没有对社会大众讲说目前我们的处理协助到什么方式。当然，大家讲说没有加入协助，包含所有的领衔人有事情的情况下，重点是在朱立伦，你们还在引用被收押的人在博取同情，这才是李孝亮妈妈讲出内心的话。你觉得朱立伦他们现在在利用那些被收押的人？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只是讲说司法不公，司法不公，蓝绿司法不公，然后操作赖清德操作了，民进党操作，甚至于办蓝不办绿，他们无非就是要塑造司法，如同委员刚才所讲的，没错。未来如果起诉书内容出来，搞不好真的不起诉，搞不好起诉，所有的事情内容。国民党不管如何，现阶段应该要跟社会大众道歉，但完全没有做。所以我个人不管李孝亮赖一任，大家都在讲说，奇怪呢，他不是领衔人，他只是发言人、召集人，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你们不要忘了，他们家是多大的律师事务所，专门打那个商标法的。那今天他妹妹当天在地检署前面还会穿着律师袍完才跑出来。不可以，我是他的。我倒个人认为，觉得他从头到尾都知道有法律责任，所以他从头到尾，我跟他底下话修，冲啊冲啊冲啊，
跟他没有关系啊，哪怕他发言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不管李孝亮或者李孝亮或者是赖宜任，尤其是赖宜任，他的目的就很简单了，我要被选举嘛。那李孝亮，我是觉得你真的会不会被骗了？真的万华区会留一个缺给你吗？国民党都知道，现任的4个议员应小薇现在收押当中，但应小薇未判决确定之前，他都还是可以选举的。再加上我一个问题，我要告诉李相，如果这个案子你现在50万交保，未来起诉了，就算判缓刑，褫夺公权，你明年能选吗？我感觉这个物件，国民党应该对我讲得清楚。所以整个国民党，我只能说8个字的结论了。那彷徨无助，再加上束手无策，现在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写照。不过这次因为整个大罢免，如果照目前看起来的话，因为罢团慢慢的一步一步把所有的先排胜获，我不知道，因为还有在传说有没有到200%的，因为不知道落在哪一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等一下一善可以帮大家解读一下。可是这一路下有几个地方让大家非常讶异的。Thank you。第一个台北，大家都叫天龙国。大家都说蓝大于绿，大家都说选的时候，民进党就算能够当选台北市长，阿扁那一次是因为就叫三卡都嘛，现在术语叫三卡都嘛。然后接下来呢，那柯文哲那次也是要礼让柯文哲，民进党先跟柯文哲做2阶，一直这样。可是这次台北5个都过，胜或过的比例讲130的、140的，还有到150的、160的、170的，还有到160。好，不要再往上加。听说有一个200的。好，对我就讲有没有好。台中也是全过，目前台中也是全过。好了，Thank you，我觉得有一区还没有到完全安全，所以他还是坚持。没有啦，江启臣那也最低啊，100.8。对，你就是会觉得还没有到完全，你才没理头发嘛。因为他赌的不是江启臣，我知道啊，你是讲那个。好了，全垒打，红不让。好，台中过，花莲本来也是大家觉得不要讲说富家王朝啦。光花莲也是觉得蓝大于，就很多地方这次最跌破眼镜的就是有很多明明都是蓝大于绿，传统上，结果后来变成今天是这个样子。你整个看完以后，所以好，第一个好分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第二个到3阶呢？有人说2阶虽然这个样，谁跟你说3阶这么摧枯拉朽？国民党又不是吃素的。好，大概年初的时候，你问大家大罢免的状况，我想2阶通过这个数字啊，多数的专家应该会落在12到15跟15到20这2个区段。当时没有人敢讲30啊，谁讲30都会想说，那下礼拜不要找他，这个乱讲。那可是问题是现在看起来，真的要30。那为什么12到20这个数字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不管现在的议题，就单纯于选区的紧绷度跟所谓的蓝绿基本盘。的确有一定数字，这一次投完票是跌破眼镜嘛？包含你所谓的台中摇摆区，包含叶元之这一区就是很指标啊，包含桃园，你说6区都给国民党，这好像不太合理。所以在这个结构一个震荡的效应来讲，先不讨论议题是否发酵，以选区结构跟过去政治的钟摆，大概会觉得是12到15是最多人哭的。那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当时也曾经做过一个新闻嘛，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比较见不得光的行业，有开出所谓的比6大比6小，比6大比6小嘛。那可是你看12到15的时候就比6大比6小，现在喊30，请问各位觉得比6大比6小？所以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如果6是一条界限，为什么说6是一条界限？是民进党是否能够过半，就6个下来，6个上去嘛。可是我玩到后面，走到现在才发现还有其他的可能。什么？就是罢免比6多啊，但是蓝的还会选回去一些。我坦白讲，台中花莲现在抱歉，台北花莲现在已经在打这个算盘了啦。我坦白讲，台中花莲现在抱歉，台北花莲现在已经在打这个算盘了啦。今天你有没有看到有新闻说什么台北蓝委下来之后可以去选议员啊？然后有台北蓝委说我可以去选桃园市长、台北市长。你说徐老先说的，我问你啦，台北的立委被罢免之后说他要选台北的市长，这是第一任的蒋万安，你觉得他是剑指谁？我觉得他讲的话就是讲给蒋万安听的，你不保我就跟你弄了。不然的话他没事去提自己在那边干嘛？这个是很我觉得很细致的地方。所以如果5个蓝的下来，但是又5个蓝的上去，好像这样子罢掉的那个数字就不会
就不会去到那个6的门是啊槛，因为有人就说为什么要要这样所谓何来？如果就5个上去5个下，万一蓝委又全部还是蓝营的选上，有人就问说，那中间过程这一段到底辛苦在？前提是国民党不愿意改变，但如果经过大罢免这些下来又上去的，那你认为下一次比如说财划法，在投票的时候会不会有跑票的行为？大家就会思考了，这就是所谓重新下载民意的过程嘛。那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最有资格讲。因为韩国瑜没有在罢免战没有跟人家打仗嘛，我有嘛，7个字，这个叫拔剑四顾心茫茫。我不知道我对手是谁，刚刚我也有提到啊，什么刘许廷找陈牧师辩论，对，他的上一句话是讲说啊，这个就是蓝绿的对决，下一句找一个无党的牧师辩论啊，然后你对民众来讲这句话是无效攻击，他不会真的觉得陈牧师就是绿的，不会。我当年也是啊，我一直讲公民团体。那个看起来就不可能有论述的东西，他就我们的那个说明会上去，他稿念一念就走了然后我们讲说你的资金从哪里来的，那全台湾都知道是从严家来的，可是法律上没有规定选罢法罢免团体要交代金流啊，所以就整个就是呈现一个我没有办法做攻击，所以你现在看王宏威、徐巧芯、傅昆萁那边叫嚣，他其实对他的选票是没有帮助的，他在做那些动作只能催出他的不同意罢免票，可是社会的氛围不允许他们这样子，他们所有的动作，我跟大家讲，2阶联署最后这几个礼拜都是国民党帮忙动员催票的。民进党哪有干嘛？民进党现在都焦头烂额，一下子美国，一下川普，一下关税，一下台币，一下股市，等下这全部都是。你说国民党自己出的一些事，反而变成另类的动员。426的游行催票，死亡联署催票，民政局长进进出出催票，然后这个用户政系统，然后到这几天，李孝亮跟一只鱼一样，你知道吗？这名蒸料恰变过来个继续蒸，这只鱼啊蒸料鱼肉嘛，抓来蒸。这个是一个需要讨论很久的话题吗？请问李孝亮在国民党什么咖？他是 A 咖 S 咖吗？不是嘛？可是你连这样子的问题都处理的话，国民党已经失能了嘛？这个才是民众对国民党的观感。李孝亮哪位啊？整个国民党因为这个联署的事情玩到现在，大罢免经过1年，整个国民党只有一个人得利。猜猜看我是谁？我叫赖以任。整个国民党就只有赖以任，名声上升还没有司法的风险啊。赖以任在看李孝亮，就好像黄珊珊、黄国昌在看柯文哲。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违法，但你走了我会接班。就是他们那个情况就是在旁边我知道 QR code 违法，我知道金华城违法，你这料你要我讲。所以赖以任在李孝亮访问的时候，他会站在后面掩嘴偷笑，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禁不住的喜悦嘛。所以国民党要陪这些人完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看朱立伦，我坦白讲，朱立伦那个都已经用中国讲法叫走心了啦，就他已经无心恋战了，他已经不知道所谓何事啊，不知道为何而战了。所以现在其实是后朱时代的这个群雄并起，包含韩国瑜在426的做的这个游行宣誓，那表示说我还有战斗能力嘛，不然立法院长不需要把话讲那么硬，什么那么清一色臭一色。好，重点。回到台湾的政局来，对老百姓来讲，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罢团志工不是领钱的，他们要牺牲他的家庭生活出去吹风雨淋，是因为国会失能，这个是大前提嘛。就算国会平常有一些冲突，有那个什么吃纸的、咬人的，只要不要严重到让大家觉得国家失能，他们是不会上街联署的，没让假罢假赢啦。不然我现场约各位7位，我们找4个小时出去站，我相信出席率就不到1半了。那为什么这些公民团体愿意出来联署到今天有110几万、114万的人愿意出来签联署书？国民党如果不知道这里面字字句句都是血泪的呐喊，那国民党要继续冥顽不灵。真的会变小的是国民党，绝对不会是其他人。我有没有听到刚才尤其讲到国民党要了解这100多万的联署那个血泪的呐喊的那个感觉，在刚才建议的口中，国民党前面的这些青年军啊，这些当然建议有讲说都是为了要当议员，为了要当什么，他一直在喊话这些。国民党的青年军难道都只是单纯为了这些吗？有人一直在讲，刚才3个人讲罢团为什么要凄风苦雨的站在那个地方摆摊联署出这些，国民党的感受度那也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整个他们这个罢免国民党的这些罢团起来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民进党不断的指称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里面乱搞。好，那包含他们现在所指责的最高的所谓的一个价值，这些都是亲中田跟我们的立委，不管他是谁，35个全部都是，因为他是挂国民党这样子。那所以当然他老实讲，不是民进党叫出来的，好，这个我接受。
但的确在后面过程中，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他们的力量，也是事实吧。那所以你说面对这样，当然他们的整个因为这样子的价值，他们相信这套论述，当然他们有很强烈的要保卫台湾，不要被中共并吞，然后有这样子一个思维，然后站到街头上去去联署。还有我也必须说，客观来说，他们的志工、他们的联署人的摊位，的确比现在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还来得多。那回到国民党，我觉得现在这是国民党困境啊，就是说我们当时喊以霸制霸，现在他就变成说只有讨厌民进党的人才会出来。那他联署之后到一般中间选民会觉得，那这个政治斗争关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确联署不上去，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刚刚讨论这么多啊，我也觉得国民党应该重新去思考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是我们刚才在讲联署、虚伪联署那个错假联署的事情啊。你说党主席朱立伦要不要照顾这些党工？党工都被收押的，当然要照顾。那他们漂亮的妈妈觉得没有被照顾到任何。所以看他们觉得怎么照顾，当然就是他收押该给的支持、该给的资源，当然一定要给啊。但是给完之后，相信他们清白，因为毕竟是国民党大将，我们党工的事情当然是希望他们清白。那当然有一些错假部分，那没办法。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这样，基本上是要相信他们清白的，这样站在他面前。但整体而言，现在社会上不是讨论说你到底是不是虚伪联署的一个议题的一个争执啊，而是我们要回到如何去避免被大罢免。那中间选民的态度就很重要了。那如何在这论述当中去吸引中间选民去支持国民党？就譬如说，我们可以说社会上不应该罢免，罢免造成社会动乱，其实我们应该4年好好重来一次，类似这样子，或者是重新去解释刚刚一直在讲的立法院所谓的乱象。上一天一直讲说立法院像失能，或者是这个国家失能之后造成乱象，是不是国民党造成，而还是我们是有效监督？这些才是去吸引我们的支持者，甚至中间选民进而出来愿意去支持国民党立委挺过这次罢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例子。来，3个可以。国会乱象是核心，长成大罢免。如果国会乱象及时解决，不会有大罢免。现在已经绑定了。你现在要解决国会乱象也来不及了。国会乱象什么叫国会乱象？违宪了，这个判决已经有了，他们的说法是大法官是绿的嘛。那你对学法的人来讲，终其一生，他那个最崇高的位置，被国民党政治攻击直接打成你是绿色的，牧师、公民团体、各地领衔人就打成是绿的。那对这种政治攻击，对老百姓来讲是不能接受。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国会乱象？我简单讲2个例子。2个人同一个例子，2002年的时候有提出过财划法，国民党有提出过财划法，当时是朝小野大的所谓陈水扁执政，当时怎么做你知道吗？在行政院提出复议案的时候，游说在野立委，最后有2个人没有投，他们没有投复议，一个叫严清标，一个叫高金素梅。时隔22年后，来到2024年的财划法，22年前的高金素梅反对国民党的财划法，为什么22年后同意了？22年前的严清标反对对台中分配不利的财划法，为什么严宽恒同意了？蓝营的4个县市里面，台中地大人多。然后产业这个是比较密集1、2、3类。那我问你，为什么台中第4名，台中的立委吞得下去？这3个问题，整个国民党没有人回答得出来啊。为什么花莲跟台南差不多多？为什么3个小时内财划法可以换3个版本？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看台北百科全书苗博雅的节目。那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解释啊！坦白讲，我要张委员解释也是为难他，因为连立法院里面叶元之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啦。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解释啊！坦白讲，我要张委员解释也是为难他，因为连立法院里面叶元之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啦。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啊，然后把人家25年的讨论就啪随便，然后以傅昆萁带头，他还一副好像他的功劳一样，这不是理智的社会。这没有沟通，没有经过讨论。你叫陈其迈去那边做3分钟宣布上会，然后被陈其迈跑出来说整下，就一个财划法。我跟你讲，很多法律大家都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面，就一个财划法，他们到今天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我就不能接受，我一定会去罢免嘛。那他们请问一下，国民党这1年来有没有针对财划法这件事情政策说明会？
解释给老百姓听。没有，他只有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政治斗争，你是绿的，他是绿的，他是绿的啊，这样子罢免你，我真的是4个字啊，刚好而已啊。OK， 委员可不可以问一下，刚才讲到那个巧芯说，如果要被罢免，谁说不能选台北市长，不能选桃园长？这个，因为我有注意到有一些活动里面，你有跟巧芯有站在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段话讲出来，你有听到刚3个解读是在跟蒋万安说，如果保不住我，我就要去弄你，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首先因为他在那个网络直播里面的节目，那节目属性比较偏蓝哦。那我觉得我没有看完整的，但看他片段，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即便现在很多绿营支持或讨厌徐巧芯的人很想要把他罢掉，他意思说，就算他被罢掉了，他还是有其他的发展空间可以继续做，当然我觉得台北市长、桃园市长是他举一个很极端例子，不代表说他要去选台北市长，也不代表说他对跟蒋万安叫板。因为老实讲，蒋万安现在的困境来自于他要保住这5席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台北市，其实掉了1席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当然，所以蒋万安当然会去保这些人，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当然巧芯，我觉得现在老实讲这几场我在他旁边这样观察很多国民党立委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我不要仇恨值，我开始比较安静的。巧芯真的是很冲的一个人他只要面对不同意见的话，他基本上是勇于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意见那当然这样子，我觉得在大半过程当中会激起对方的仇恨，觉得这个立委好讨厌但回到我们支持的确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敢怒敢言，敢表达自己意见。毕竟过去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意见不敢勇于表达，站到第一线去表达出来，他的确对国民党来说有他的重要性。OK， 可是现在看起来，巧芯的仇恨值确实在里面。可是话说回来，进了第3阶段，那就不管什么仇恨值了，那就大家各自动员啦。感觉上他们就是要打成变成是这样嘛。你自己在台北当议员，所以我刚刚讲台北5席过，跟你一开始的评估，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意外？台北能够打到今天这个样子，或是再换一个人，刚刚有特别提到，不管巧芯那段话是不是在跟蒋万安叫板，但是确实，如果要是蓝营这5席有任何1席掉，更不要讲万一掉的不止1席，蒋万安2026要连任，这个当然打击有多大？其实蒋万安连任跟这5席有没有被罢免掉，其实我个人认为直接关联性并没有那么高。毕竟蒋万安如果真的要保这5席，这当然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共主，他一定要保5席，再加上这5席里面几乎全部所谓的战斗蓝，那影响到他的党内的一个位置。好，你要讲到说一个民意代表上台的时候，包含主持人、媒体工作者上去讲话的时候，叫做要群众魅力。那今天罢免要人家来支持罢免，要有一个说服力。小金他今天讲蒋万安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或许他也是突然间想到上节目去讲，但是你要考虑到一点我今天支持蒋万安，你这样恐吓我蒋万安，我连支持你我都不支持你。他有点类似在吹反罢免的票，吹那个罢免他同意，本来支持他的人，那变成不支持他。那我应该是讲说，本来以台北市5席全部过，我个人认为只有3席的过，坐2望3抢4那居然5席都过，那当然刚才柏惟所讲的很多的客观因素，因为他们一直在其他的一些听茶、压茶、听会都让大家愿意去添罢免，再加上这些候选人其实某部分的言语还是在激怒这个部分。我认为啦，台北市的5席真的让我跌破眼镜。那至于说罢免第3阶段会不会过，我个人还是认为坐2望3抢4坐2望3抢5席要全部过的机会不大。不是你光讲个坐2望3抢4都已经很夸张了。坐2望3抢4，对，坐2的意思我的选区有2位，对啊，2席。望3坐2望3就是内湖南港，抢4就是大安区。那你如果说要以文山区，文山区加部分的中正区，我个人认为难度更高。所以徐巧芯主要原因在这里，也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个说服力不够，导致于大家想。那至于说朱立伦，我还是要讲朱立伦刚才那个问题，从头到尾朱立伦没有回答到李孝亮妈妈说的回答的一个问题，那还是拉到所谓的蓝绿。那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引起民众觉得看不下去，你就直球对决。那一个党主席不敢直球对决，导致于下面束手无策，那整个党都乱七八糟。难怪国民党最近有点让人家觉得兵败如山倒。一赛是，其实这次刚刚讲，一直讲会有200%的。对，好了，不知道是哪一些，但真的会有200%的嘛？而且这一次罢团，当我讲一件事情做到会感动很多的民众，你不管他是蓝营的支持者、绿营的支持者、白营的，不管是哪一个阵营的支持者，你如果做了一件事情会感动到很多人的时候，那个运动或活动本身来讲，就一定会成功往下。这一次罢团做了很多，确实会让很多人看到，然后你不管在摆摊过程的那个认真的程度，包括有一些导演拍出来的一些的影片或什么，他确实做到了这些。尤其那个良率，就是送了以后被剔除掉的那个良率。好了，这是玩笑话，当然有人开玩笑讲说，这些志工都可以到台积电上班，因为那个良率超高。对啊，他那个良率为什么大家本来都要设定到130、140、150？就是担心后面会被删掉很多嘛。3Q 一直到现在打死目前还不剃头的原因，是他觉得还没有到安全。他那边好像是109左右嘛。是。可是你如果照现在罢团送出去被删掉那个良率来看，其实就算101%或102%，搞不好也会过啊。101不叫做良率高，因为它少算了，少算了多出来那不叫良率，100%的那叫做良率100%。叶元之跟牛许婷是2位所谓的100%，一个都没删。对，我本来要特别肯定叶元之的罢团，但是我今天被牛许婷的罢团感动到。为什么？我跟上公刚刚都在想写乌龟的龟字啊，牛许婷那一区叫做龟山区，乌龟的龟超难写啊，非常难写啊。很多人为了写错那个龟字，回去来回好几次啊。等一下，上公，你写一下龟字。我现在会写了，你写大一点，你写大一点，我写大一点，你写大一点给大家看。我会写了，我会写。现场挥毫，对，写一个龟字。对，我说实话，易善讲的是，因为这些字真的那个字里头那真的不容易写。对啊，所以龟山为什么可以良率100%，真的是令人讶异。难道没有任何一个龟字写错吗？后来其实知道了，他们有先进的做法。我帮你全部打字打完，你只要签名就好了。所以国民党不要跟人家比啦。对啊，我学会了。你今天以前不会。今天以前我都写错。OK，因为如果用写的话，写错那一份基本上就毁了。OK， 所以用写的你写错就毁了嘛。所以他们良率可以达到100%哦。虽然他们后期都用电脑打字，那前期有一堆是用手写、手抄的，竟然良率也都100%啊。所以这个东西表示你这些志工团体的精神啊，国民党比不上啊！我都说国民党不是写乌龟的龟啊，是画乌龟啊。以前呢，我们那个借钱不还要签名的时候都画一个乌龟。画一个乌龟就不算数嘛？这不就是伪造文书吗？国民党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画乌龟，人家是龟字一笔一画的教所有联署人怎么写，你国民党现在在画乌龟嘛？那国民党这种所谓的不守法的精神，你跟公民团体怎么比？那国民党这种所谓的不守法的精神，你跟公民团体怎么比？我说魔鬼藏在细节处。国民党现在整个的司法案件，就是在那个细节处里面，你没有认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所以才是产生这些司法的案件嘛。那公民团体啊，一样啊。感动、热情都藏在这个细节处嘛。我昨天看他们传一张所谓的装测组的影片，为了订那个订书机，订到那个手肘都红起来。然后日本罢团的人看到他们还非常辛苦，寄了日本好的订书机给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在那边按订书机在那边玩。为什么呢？这个叫做热情，只有热情这样子。第一名会是谁？就是说，我们35位会做的这么差的，你的王宏威啦，为什么我猜他们是第一名？你猜的OK？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光是志工就有300名我刚才跟苗博雅开玩笑啊，选总统都没有300名志工。请问他们开始的志工大概有几位？
都是10几20位，大概每一区啊，大概10几20位，慢慢的扩散，慢慢的扩散。尤其阿美事件完，人人都是阿美，一喊出来，中山区当然得利最多嘛，所有的志工都爆出来。但是人人都是阿美，其实它代表就是人人都是志工，所以也感染了所有的霸坛全部进去嘛。那王宏威代表就是都会区的仇恨值的扩散跟热情的扩散。王宏威为什么代表这件事情？台北市5区全过，全垒打。而且每一区都超过138，后来是谁？桃园都会区先染了，6区全过。台中在惊险的万分的过程里面，所以因为那个3Q 要剃光头，大家猛力联署之下，6区也全过啦。现在只剩下新北哦，新北新店已经达到所谓的联署的门槛的标准，他们要冲130，所以继续联署，只剩下中永和而已哦。如果连新北6区也都全过，那等于是4大都会区6区全过。另外一个人叫傅昆萁嘛，傅昆萁代表是我们花莲乡下地方嘛，没错啊，花莲的城市地区大概就只有花莲市，其他都是乡下地区。但是对他的不满产生来自于对于地方政治长期被某些人掌握的不满嘛，而这些人代表谁？代表有台中的严家，代表有我们云林的张家，丁学忠今天送件也是138%。它带动的是这些长期以来被这些家族政治、被派系政治所统治的人民的不爽。你们可以选举选上来，是我们一票一票给你们，但是你不能再做花莲王，你不能做台中王，你不能做云林王。还有谁？罗家新店的罗家为什么也达标了？就是这些家族政治，大家对他们的不满发泄出来的一个怒气，而最后一个所谓的彰化的谢家，最近也在努力的冲刺嘛，因为大家傅昆萁的效应就是大家已经不恐惧你了，不怕你了。不怕你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签。我不是因为满意你，我是因为你们过去长期执政的寒蝉效应。我现在因为傅昆萁倒掉了，所以我不怕了，我不怕了，影响到其他的家族政治、派系政治也跟着一起垮台。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一次会冲到将近快到30席，有可能送2阶的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嘛，就是你们这2个我做代表，王宏威、徐小新跟傅昆萁嘛。那徐小新我要讲的是，徐小新你要选什么都可以啦，你只要不要选那区的立委就好了。这个在选罢法的规定，你当然都可以选，你下次也可以选议员。我建议你一个，你去选朱立伦这个党主席啦。因为所有的问题不就是朱立伦造成？你也认为朱立伦的战略策略完全错误？国民党现状叫做群龙无首啊！你可以去选主席啊，挑战朱立伦啊！为什么朱立伦的战略错误就是不认错？我为什么说认错非常重要？昨天我们花莲去查出0.3公分的格式是谁的错误？错误不是要推给任何人去扛这个罪责，而是我们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到什么？所以朱立伦到现在为止，国民党对于他们往生者联署所谓的伪造文书有道过歉吗？有认过错吗？没有，没有认错的结果，你只能从错误的基础里面不断的往前冲，冲的结果就是赖一任这些问题出现了，就是李克进不愿意做领衔人啊，就是李孝亮的妈妈不愿意认了，所以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你不认错，你继续从错误的基础往前走的很重要原因嘛。而这些原因、这些结果都是因为朱立伦，你作为一个党主席，你不愿意对于你的做法公开跟所有的国民党党员道歉。没有。是当然，在很多霸权人的口中，在形塑到国民党总召傅昆萁副总召的时候，用罪恶冤首啦，用很多这一类的一些词。这一次过程当中，本来都有出现什么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昆萁，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所以大家讲说那个仇恨值会不会整个外扩到其他？结果没想到，如果真的那个有外扩的话，你也没办法想象它扩到现在已经快上看30席，像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最大的一个问题确实出在这嘛。当然有人就讲。用所谓的朱傅体制，因为朱立伦一个同舟计划，傅昆萁进来，然后当了总召，一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种下了今天，一直到现在，整个变成几乎快30区，像连蓝的刚讲4大都会区，本来是国民党最有利基的一些地方，结果反而变成这样。这个我会说，傅昆萁就是大罢免的总召，真的再三强调，他就是大罢免的总召。
之前我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网友引用这个上公的言论啊，上公说这一届的立法院是程度很差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傅崐萁其实就是蓝委当中程度最差的那一群。就是这样子嘛。你说他炒股厉不厉害？厉害了。假离婚厉害了，这都厉害。可是问题是，他这个是违法，然后呢，最后法院被判决有罪的。那傅崐萁他过去在花莲县长、立委由他跟他老婆轮流做，这个是花莲人的选择，我们没有意见。可是当他到了立法院，摇身一变，跃上了立法院权力的高峰，也就是最大党的总召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傅崐萁当立委，他不会制造太大范围的问题。可是傅崐萁当总召，而且还是立法院里面最大党，还联合了一个黄国昌，两个过半之后，为所欲为的这个总召，才会出现今天大罢免的问题。刚才前面3Q 讲说啊，人民会出来这么辛苦做联署，是因为国会失能。其实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是立法院失能之外，立法院还要破坏国家其他权力分立的器官，这就衍生了大问题。立法院失能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国人也许心中本来就对民代或者是立法委员的印象不算太好，但问题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大罢免，现在有？所以立法院你在过去短短就任1年的时间1年的时间之内，你连续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国会扩权直接抵触到44585啊，那个44585是阿扁时期的事情哦。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走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现在又重演这个，然后呢，司法院大法官出来定分指争，用了一个判决来把这个东西判完了之后，你立法院继续扩大纷争，你用一个宪法诉讼法的修法，把司法权、把宪法法庭冷冻起来，这在我们台湾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过去阿扁执政虽然也是朝小野大。但是当时蓝营做到最多删除大法官的专业加级，蓝营当时做到最多是这样，他们有故意修法让你大法官开不了会哦。可是这一届竟然做了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拒审监委人士，让监院停摆3年。对，但是后来司法院大法官又释字632号，就说你这样是违宪，对不对？那司法院大法官说你这样违宪之后，有没有这个立法院在修法说叫你大法官闭嘴？但是后来司法院大法官又释字632号，就说你这样是违宪，对不对？那司法院大法官说你这样违宪之后，有没有这个立法院在修法说叫你大法官闭嘴？没有做到这个程度嘛。那接下来还有一出啊，是行政院的预算提到立法院之后，立法院删到面目全非。这个在释字更早，391号释字391，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大法官就讲过了。你要有基本的预算，你还是要有个统一性。你可以做合理的删除，但你不能把人家搞到面目全非去。才短短1年时间哦。过去台湾宪政史上这么漫长的所有的争议，立法院全部都照搬一次。那为什么会这样？再一次的，现在立法院带头的是蓝委当中程度最差的那一群的傅崐萁啊。人家是说这个由程度最好的来带领大家，这样大家一起进步。国民党反过来由程度最差的、前科最多的来带领大家，那也难怪把大家带到大罢免去啊。之前大罢免的时候就有讲过了，如果说傅崐萁啊中间啊可以离开总召这位置，傅崐萁下台啊，大罢免的火会灭掉。如果说国民党里面有几个立委他敢讲良心话，说不能再让傅崐萁这个不学无术，然后成天只会想要违法的人带领了，大罢免的火会灭掉。可是你看现在傅崐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傅崐萁甚至带出了一个他的曾账房假园丁弃保潜逃。那我要请问一下，国民党这些现在被送监要进入3阶的立委，台北市的那几个声量大的，如果人家问他说，对于傅崐萁的李庆龙这个他的家里的他说园丁说实在，我看起来比较像是掌柜啦。他的掌柜弃保潜逃，你有什么看法？答得出来吗？答不出来的话，那这个当然同意罢免的声浪就会越来越大嘛。是解铃还是系铃人啊？
想要大罢免的火灭掉，不是找赖清德，想要大罢免的火灭掉，直接叫傅昆萁离开这个总召的位置。如果朱立伦做不到，那也没办法怪这些霸团。委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国民党内部对于刚才讲到那副总召的过程的一些风格或是一些做法，会不会也有一些的维持的这样的一些情形？或是刚刚阿淼你一定听到很多霸团人讲说，罪魁祸首就是傅昆萁，如果你们把他换掉，火就灭了一半或什么，你们面对这些会有什么样一些回应？我想把它换掉，火就灭一半，这个见缝插针啊！我说，如果今天真的你说我们只推傅昆萁一个，你罢掉他，其他不要罢，霸团也不会收手了。那也必须讲因为现在傅昆萁他过去这1年多就是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总召，所以刚刚谈到任何的法官，包含刚刚讲到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等等，该怎么样决策，该支持反对，一样是。这个我不敢说都是傅昆萁总召直接下令但一定经过我们的国民党党团大会去做这个决议。那所以出来，老实讲，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正面还是负面，社会怎么评价？老实讲，大家是共同承受的所以没有说什么之后傅昆萁，然后他就这样子，大家其实面对。但我觉得现在重点来自于，就是说，当然不管刚博伟讲，刚刚维扬讲到很多国民党立法院的这些决策，那我们对外的说明跟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服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处理的事情啊。张狗，来，你看了这么多，包括政党起起伏伏，不管是执政变在野，或是过程当中发生所有的危机，每个政党都要有不同的因应。从国民党第一次最大的危机是2000年那次丢掉了政权，那时候是没有人想象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OK，2008年前面民进党是碰到了阿扁的事情，那个时候那个风雨飘摇到甚或有没有人进总统府逼宫的事，都有人在讨论这些。2016年国民党碰到换柱的事件，里面总是要去因应看怎么样打。现在国民党碰到这个状况，你看了这么多这些，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也不用再去多说什么司法与不司法，这一块我是觉得就放了。朱立伦要不要道歉？我觉得就放了朱立伦，当然你因为这么多党部里面、党工里面以霸制霸，惹出这么多祸，你当然必须对你的党员里面要表达你当初下达指令的歉意，以及你当初的初判错误。OK， 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放了，司法放掉。另外一部分就是权力，我觉得我比较赞成委员刚才说的。你必须去处理某些问题，譬如说知识蓝的问题。知识蓝他就是不能接受傅昆萁执政，国民党里面让傅昆萁主掌，你要不要把知识蓝里面的票换回？你要不要处理傅昆萁的问题？你要处理什么问题？另外就是说，你去把3预算的事情做个总结。我所谓的总结。因为大家预算各说各话，何为真何为假，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操作，你根本搞不清楚真假。把3预算的事情做个总结，我所谓的总结。因为大家预算各说各话，何为真何为假，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操作，你根本搞不清楚真假，你要把那个事情给完整的厘清出来，什么东西我们真的删了，未来我们将会怎么补救？什么东西我们删的对，错与对之间，一个政党里面学会认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人家才觉得说，你党中央今天出来做错的事，你们都承认了，那你们可以认错，坚持你们所做的认为是对的事，处理一些让知识蓝可以回头的事，你才会逐渐把中间选民逐渐的拿回来，否则你中间选民要怎么处理？你现在看到的中间选民不满的是，一直是往罢免那个方向走，不是一直往那个反罢的那个积极态度表现反而是往罢免的积极态度里面越来越积极表现。OK， 所以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其实很简单啊，认错啊，道歉啊，该放的放啊。另外，你对你们党团的立委的约束性，然后说，不要再讲刺激性的语言，去举办活动，去各地跑，不要在那边再做一些刺激性的语言、强烈性的语言、什么的语言。大家统一时间把你的那一种的那种恰牙牙的那一种全部放低，全部放低嘛。你整个过程里面，然后你的首长当然3阶的时候，首长全部都会出来嘛，因为你该做的事，你现在并没有看到你该做的事。OK， 你一味的，赖总统要消灭，赖总统要消灭我们要罢免赖总统，我们要怎么样？就像刚才那个博雅说，全部人都知道你是空的，你在弄一件空的事情，连国民党里面的基层里面稍微有关心政治的人，他们都知道我很讨厌赖清德，但你说罢免赖清德是笑话，我讨厌赖清德，但你不要用笑话来跟我讲，然后当然蓝营你就没办法限制了，但你可以去跟蓝营讲一讲嘛。你不要告诉大家我罢免14个很简单嘛，立委，你现在张克进人都不见了，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么多党部都被收了，然后你看那个有些地方连联署都下不去了，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你们的蓝营支持者，你可以告诉中间选民，我们该认错的错，我们未来会调整，而不是不断的拿笑话来欺骗你的选民。OK。因为中间选民没有那么笨啊，中间选民光看电视就知道罢免总统是个笑话了嘛，76席哪来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该务实一点，你反而能够让社会上面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对亲中的路线的调整，因为讲一句啊，当初国民党的整个一系间的下来，就是因为反送中的亲中路线等等下来，你的信任度一系崩溃的时候，你要如何重建？崩溃是可以2天就崩溃了，要重建你2年都不一定能建得回来哦。你必须靠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今天做对一件事，明天做对一件事，后天做对一件事。对啊，逐渐让人民说，他逐渐一直在做对事，把信心拿回来。但你现在看到的是，你永远在找借口，永远在用笑话来骗你的选民，而没有看到你开始一件事情去做对，把它累积到社会上对你的信任度逐渐的恢复，否则你这个政党。你有可能再有执政的一天吗？我认为不可能。当罢团一个一个在先排以后，到底最后确认罢蓝委的会进入第3阶，会不会真的到所谓的30席，会真的有所谓的200吗？那包括在讨论上仇恨值比较高的几位会达到什么样？在第3阶又会怎么样？蓝营罢绿委那看起来现在确实碰到一些状况，未来又怎么样？尤其国民党中央党部未来真的会面临到司法的搜索这些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